谁人无得到一切的渴求？谁人无功于心计的理由？平凡人生，天真过后要怎么走？如何从委曲中再相信人？谁无狂想不可告人？难忘时光，必须散尽，留下我。快乐时抱着时，那时至死不渝朋友。决裂时，你为何以为再拖一回还有时候？即使多风光都要清醒，有几多掌声也是孤清。你只好听到我大笑声，哭泣也未放聲，講不出聲，講不出聲，任由自己半夜驚醒。我只不過偶爾受了驚，於是才遺忘本性。志欢，妈妈现在被人诽谤，你还站在那边干什么？快过来！Alfred， 很久不见了，今天怎么样？还是那样，没什么变化。你来支持你女朋友？你老人家出马，我来学习一下。千万别这么说，你女朋友今天第一次上庭，隆重登场，应该是我跟她学习才对啊。对了。你女朋友的造型行啊，不过真打官司，她行吗？你今天来的正好，万一待会儿她哭起来，你可以递纸巾给她，要不然讲个笑话逗逗她。石培，唐太太，我们进去。我们进去吧。常德喜，我在休息室等你。你不进去旁听吗？我不进去了。我记得第一次打官司的时候，师傅在旁边看着，我觉得压力很大。希望我没给你压力，努力打赢大脚吧。玲玲女士，你是不是今年7月28日，在唐记鲍鱼海鲜酒家里的贵宾厅，对着王秀琴女士说她跟人有情，说她比华秀的狗还凶？是，我是曾经说过这句话。玲玲女士，你能不能告诉我，王秀琴女士究竟做过什么，让你觉得她比华秀的狗还凶，让你觉得她跟人有情？她做过的坏事那么多，如果要说的话，10天10夜都说不完。这里不是唐记海味店，也不是你家，请你坐好。玲玲女士，我再问你，除了那批毫无法律效用的照片之外，还有什么原因导致你认为王秀琴女士跟人有情，有奸情？我没说她跟人有奸情，我只说过她跟人有情。那你想说他们俩有什么情啊？什么情啊？男女情、兄妹之情，还是姐弟之情啊？这些根本就是你虚构出来，不是事实的事，让大家都相信王秀琴女士红杏出墙，直接使她的声誉受损，继而使她和丈夫的感情出现问题，更使她的亲生儿子唐志欢承受莫大的压力和不安，间接使唐氏一家受到无可弥补的伤害。怎么样？这杯是不是咖啡？我能不能喝？刚才情况怎么样？那位林女士有没有让大脚巴吓着？我以前也看过大脚巴上庭，但他今天特别凶狠，像要杀人似的。他
他的眼神很凶。我刚才在里面手抖得很厉害，我不想让人知道，可我真的很紧张。你记不记得以前我输给他那几场官司，工地升降机掉下来无死气伤，根本就是雇主的责任，是他使苦主得不到1分钱的赔偿。其中一个死者的妈妈40多岁，伤心的满头白发，最后还送进疯人院。就是这个人，使我不管赢多少官司也好，在法律界有多高的荣誉也好，我永远都会有遗憾。张代新，你帮帮我，也帮帮还可以，帮帮我们俩打赢大脚吧。你一定可以做得到。王秀琴女士，你现在控告林丽女士诽谤你，她究竟说了你什么，使你觉得她诽谤你呢？她说我比华秀的狗还要凶呢，说我跟人有奸情啊。那你知不知道华秀的狗是什么意思？华秀的狗就是华秀的狗了。我再问你一次，你到底知不知道华秀的狗是什么意思？我不知道啊。你不知道我就告诉你，以前在广州有个大地主叫华秀，他养了很多狗，有很多稻田，谁来偷他的米，他就会放狗咬人。所以林丽女士说你比华秀的狗还凶，其实是说你对主人很忠心、很勇敢，有威势和进取的意思。我不管华秀的狗是什么意思，总而言之是他说我有别的男人，说我跟人有奸情。王秀琴女士，麻烦你不要再拍桌子了，这里不是你家，这里是法庭，清不清楚？清不清楚？王秀琴女士，我想再问你，你觉得自己的道德操守是高还是低？当然高了，我自问我对自己的要求很高的，我每做一件事情都对得起人，对得起天地良心，我才会去做的。我知道你交友很广阔，有很多朋友，但是我想问问你，你的朋友会不会相信你是红杏出墙，跟其他男人有奸情呢？他们当然不会相信了，说出来也没有人信啊。那你儿子唐志欢呢？你的家里人会不会相信？这个世界就没人相信，他们根本就是在诽谤我，造谣生事，弄得我们家无宁日啊。王秀琴女士，你口口声声说要告林丽女士诽谤你，你到底知不知道诽谤的定义是什么？诽谤的定义是某一个人说了一句话，使你直接或间接蒙受损失，这样才构成诽谤。你刚才说你儿子唐志欢不会相信，你家里人不会相信，甚至全世界的人都不会信你跟其他男人有奸情。既然没有人相信，那你有什么损失呢？你所做的事根本就是无聊透顶的事，说明白一点，就是吃饱了没事找事。法官大人，我问完了。本席在聆讯过程中，把感受写在这本子上，想不到我的感受跟语颂人的律师不谋而合，就是4个字：无聊透顶。这场官司只是有钱人无聊的玩意儿，所以本席宣判，原诉人对语颂人的诽谤指控不成立，原诉人需要支付所有堂费和语颂人的诉讼费用。退庭。没事了，丽姨。丽姨没事啊，没事啊。Alfred， 怎么样，判了没有？我想不到我第一次打官司就赢了大奖吧！喂，乙方，你快把签单还给我。你想得美啊！你没看清楚内容啊？甲方要帮乙方一生一世的，直到乙方终老死了为止。那记得算命的说我长命100岁，那这么算起来呢，还有几十年呢。这几十年你要做我的御用大律师啊！哇，那我认识你这个乙方真是不幸了。你也别这么说，那我认识你这个甲方呢，真是3生有幸。你刚才的表现呢，就是
真的还可以呀，就像金牙大壮一样，哇，厉害的哇，很精彩精彩啊！老朋友，你真的很棒啊！第一次打官司就赢了那个超级大壮啊！常小姐，刚才那个女人听完宣判之后啊，脸色都变了，我不知道多痛快。丽姨，你不用谢谢我，你谢谢陈亮吧，所有的炮音都是他想的。谢谢。谁想的都一样，最重要打赢大酒吧。大酒吧，要不要讲个笑话逗你开心啊？要不要直接？阿欢真可以。好了，我要回去收拾行李，马上我要飞美国。又要走啊？我要参加纽约的国际法律界年会，现在只能赶上闭幕礼了。先走了，拜拜。拜拜。拜拜拜拜。没有常在心的日子，第831天，晴。我今天坐计程车离开法院的时候，竟然在计程车上不停地流泪。以前我经常想，如果终于有一天打赢大酒吧，我一定会开心地流泪。但是我很肯定，我这次的眼泪是替常在心开心而流的。今天我离开常在心的时候，我突然之间有个冲动，很想回头问问他，你能不能原谅我？但是我终于没这么做。5月30日，晴。我今天第一次上庭，而且第一次打官司就打赢了大脚巴。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心情竟然没有想象中那么兴奋。当我看见 Alfred 离开的时候，我竟然觉得很空虚。我有个冲动，想上前跟他说我原谅你，但我始终没这么做。我这次去纽约要1个月才回来，这个月我不会看见常在心。算了，不要再跟他提以前的事了。我不想他像以前那样失控的流眼泪。我希望常在心永远都笑，就像今天在法院的走廊上笑得这么开心。我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这么执着。其实我原谅你这4个字很容易说，但对我来说这4个字真的很沉重。人们说时间可以弥补伤痕，我希望有一天我心里的伤痕可以康复。Alpha， 到了美国，不要为了想事情又闯红灯了，你要好好照顾自己。我很想你。原来这2年来，我打的日记加起来有12万字。我想起我这辈子打过的中文字，加起来也没这本日记多。希望有一天，常在心原谅我的时候，我们可以一起坐在沙发上，一边吃水蟹粥，一边看这本日记。是不是有什么好事啊？叫我回来吃饭。坐，阿琴。阿琴，大家曾经是一家人这么久，有什么也不怕开门见山的说。既然大家不能再相处，大家在一起不开心，我也不想家无宁日。最好的办法就是我们离婚。唐人家，你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了，我这个人根本就无所谓的。你哄我进了唐家30多年，也不跟我结婚，我也没说什么呀。你突然之间要跟我结婚了，我也无所谓。现在又说要跟我离婚了，我也没有意见啊。哎，阿琴，你不用句句话里有话，我不会让你白走的。你想要什么补偿，或者要多少赡养费，你就直说。我都说了，我这个人无所谓的。上了法庭，法官喜欢怎么判就怎么判了。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啊？你要不要脸呢？大家不能在这里好好谈妥吗？动不动就要上法庭，传出去好听吗？哼！你记不记得你上次你告阿丽诽谤你，结果怎么样？成为全香港人的大笑柄，全都对我们家人指指点点。你很得意吗？你呀，那些八卦杂志就快找你做封面了，你太红了你。大炮，别生气了，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，上法庭那就上法庭了，快坐下来吃饭吧。
那我就等着离婚了啊！你痛快一点。咱们家事法庭上见吧。吃饭了，大宝。今天的菜很适合你吃。问题总会解决的，不要再想了。来，快点吃饭吧。来，我没想什么，我做了什么？我对得起他，我没亏待他，他不知羞耻，什么东西？嘿，哼，那就行了，不要再想了，吃饭吧，吃饭。别为这种人生气，吃饭吧。抱抱，你说的吗？心平气和。是啊，小心自己身体。是啊，抱抱，你不要想那么多了。行，我没事，我现在想通了。来，大家吃饭，嘿嘿，吃饭，嘿嘿，有什么事啊？哎，小豹，如果以后有个女人缠着你要跟你注册结婚，你真要想清楚啊，真可怕。哎，谢谢。唐先生，包女士，你们签了字，我可以帮你们办离婚手续了。过了2年冷静期，你们才可以正式离婚。在这2年里，唐仁佳先生提出，每个月给你10万块做赡养费。10万块？以前你每个月拿7万，现在我给你10万，你应该够花了。无所谓，这2年赡养费是多少也无所谓。不过有点事想跟你商量一下。阿金呐，你有什么想跟我说的，说吧。唐仁佳，你现在要跟我离婚，那我也很应该拿回我应得的钱呢。应该。本来呢，我想正式离婚之后，就向法庭提出申请。不过现在再一想啊，还是私底下谈妥了好。第一，我们已经没有感情了，不必再拖2年。第二，别再浪费律师费了。第三，你这个人最要面子，不必弄得上法庭，街知巷闻，让外人都知道啊。你说的也有道理，大家怎么说也是一家人这么久了，有什么事你就直说，我们好好的商量。我也知道你想说什么了，你要多少钱，开门见山直说。我想要你1半的家产，也就是大概3亿。1半家产你要3亿？当然了，你没问过律师吗？我跟你呀是正式注册的合法夫妻呀，我当然有权跟你分家产了，说不定呢分到你7成呢。还要7成？你一个女人，你有这么多钱干什么？这些钱是妈咪和阿里这么多年来辛辛苦苦赚的，留给孩子们用来发展的。那你一个老头留这么多钱干什么？我志欢的将来不用钱来发展吗？再说，以后我就是一个人孤零零的了，我不用留点钱来傍身吗？你太财迷心窍了。谈不拢就算了，我把事情闹大，弄得街知巷闻。你过去笑别人争产打官司看热闹，你现在自己尝尝。你站住！你一个女人，你要这么多钱干什么？这些钱是妈咪和阿丽这么多年辛辛苦苦赚的，留给孩子们用来发展的。你太财迷心窍了，你。抱抱，爸爸，你看什么呢？哎，谁给你看这些报纸啊？别看！哎呀，我觉得闷叫护士拿来给我看看的。你说这个女人，是不是阿琴自己说的让记者写的？不然怎么知道这么详细啊？啊，我多少岁结婚，在瑞典哪间教堂行礼，她都知道清清楚楚。这个女人根本就是来讨债的。哎，糟了，姐夫，祥叔刚才打电话来，他说阿波、阿琴带着那个常在德，趁着我们来这里，他们去店里拉闸，贴了张红纸，说盘点清货，休息3天。有没有搞错？他们到底想搞什么鬼呀？现在有很多记者来采访，阿波还说，如果你不出现，就不开门。要我出现好，我现在就出现，我去见他，我杀死他！不要，冷静一点，冷静一点啊！现在杀到鲍鱼店了，你叫我怎么不冲动啊？谁都可以冲动，就是你没有资格冲动。你说你自己做错了，你想弥补，你再这么激动的话，万一病倒了，到时候怎么弥补啊？你是唐家一家之主，安逸欢心就全靠你照顾了。你有什么事的话，你怎么照顾我们？反而让我们照顾你，那怎么办呢？对，
我始终都要面对的。是要面对，不过是笑着来面对。知道了，我会心平气和，我会笑着面对啊，我笑着面对。我们一起陪你回去吧。不用了，你跟志欢、志新先回家，我不想这么多人回店里更乱呢。阿丽，你也别去了，有那么多记者，万一阿琴跟你吵起来，那就更让人血了。还可以，你陪我去。常在德，你来我办公室干什么？你马上走。阿琴，你弄到楼下有很多记者，你知道吗？你要干什么呀你啊？你来了，常先生，让让。喂，阿波，你干什么？公司的账目你干嘛要拿给外人看呢？常先生，查得怎么样？公司赚少了，是不是有人手脚不干净啊？现在在查。那我告诉你啊，你再不走，我马上报警。常先生，你不用管他，报警。哼，唐人家，我们现在还没有办妥离婚手续呢，我还是你的太太，太太帮先生管理生意，雇个伙计来帮忙，这也要报警啊？好啊，那你报吧，明天的报纸一定登头条呢。王小姐，你还是不是人呢你啊？你没得救了你！喂，你别抢啊！阿波，你干什么呀？这个女人没得救了啊！你跟她不一样，你本性善良啊！你大姐最疼的就是你，你跟她干什么呀？把账目拿回来！拿回来！放手啊！呀！给我！秦姐说的对，这间店当初是谁的钱开的？啊，是大姐的钱。大姐的钱哪儿来的？我老爸留下来的。这间店是我老爸的钱开的。大宝，账簿我要给谁看就给谁看，麻烦你啊，谢谢。快帮我查查，这2年店里是不是赚少了？好，放心啊。够了！你还有没有更离谱的？这间店铺的持牌人叫常人家，他现在不欢迎你们，你们立刻走。再不走的话，我马上报警。喂，你想让全香港的人都知道你们的丑事的话，就报警吧。你我不敢的。小宝，别闹大了，不要再闹大了。大宝，阿琴呐，你到底要怎么样才肯住手啊？我输了，我斗不过你，我怕了你了，好不好？你是不是要弄得我们的丑闻接之向闻，你才安心呢？志新去上学，同学取笑他；志欢、志毅他们出去面对客人都不敢抬头。你不顾我的感受也就算了，你顾顾孩子们的感受吧。大姐死了，九泉之下有知，她心里也会不安的。我拜托你收手吧，你要怎样才肯收手啊？你还不肯走是不是？我现在马上就报警。好，阿波，常先生，今天看的差不多了，我们走。你为什么非要弄成这样啊？为什么会弄成这样？没事了，大宝，没事了。大宝，爸爸，你们来的正好。爸爸，唐先生不知道什么事，就这么坐着，一声也不吭，连我跟他说话他也不说。还有啊，他的血压一直很高，这样下去很危险的，你们劝劝他吧。我们会的，谢谢你，徐医生。那我先出去了。大宝，你干什么又胡思乱想啊？可不是，叫你不要胡思乱想了。姐夫啊，你要顾着自己的身体啊。是啊，爸爸。是啊。我现在想用一句话形容自己：一失足成千古恨。希望今天睡着了，明天不要再醒。你没听过明天会更好吗？也不知道有没有明天。什么没有啊？船到桥头自然直啊！我现在就快让人气得已经直了，穷途末路啊！政府说啊，穷途未必是末路，绝境也可以逢生。我很少在人面前认输。你们抱抱这次真的认栽了，晚节不保。什么呀？这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啊！是啊，是。不用安慰我了，我现在要中风，那个女人一直发疯。中国有句俗话，福无双至，祸不单行啊。我就说是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了哦。福孝临门呐，姐夫。福如东海，福有攸归。福尔摩斯。妹妹这叫傻人有傻福。哪有？傻丫头，这次请来福尔摩斯也没用了，恶人当道啊。姐夫，
恶有恶报，善有善报。若是未报呢，时辰未到。说得好啊，恶人呢自有恶人磨。动枪。那应该磨那些恶人，有什么理由来磨我？不明白。那也不是，有这么久的风流呢，就有这么久的喂啊！那不是你想说什么呀你？我一时说错话了嘛。张嘴，张嘴啊！哎，大家看看报纸，都登出来了，唐家丑闻呐，争产风暴啊！你没听过暴雨骄阳吗？是啊，很快就雨过天晴了。太阳伯伯也跟着来了。彩虹姐姐 follow you。黑夜已经来临，黎明还会远吗？不错，最困难的时候，也是我们离成功不远的时候。哇，说得很好啊！这句话这么熟，哪儿抄来的？当然了，拿破仑的金句嘛。啊！6月8日晴 ，Alpha 赶着去美国参加国际法律年会的闭幕礼。我不知道他演讲了没有呢，但是我每天早上路过报摊，都会买一份英文报纸，想看看有没有那个会议的消息。不过看了很多天也没有。今早路过报摊，我跟自己说，今天买完就别再买了。哪知道竟然让我看见 Alfred 的照片。报纸说他演讲得很精彩，说完之后全场起立鼓掌，掌声3分钟。其实以前在大学的时候，我已经觉得他很棒，将来一定会成功。今天他终于做到了。6月12日晴，今天下班突然想一个人逛逛，竟然让我看见水伯伯，他没看见我。不过不要紧，其实我也不会再跟他说话了。但是她不是嫁给那个腹肌师了吗？她怎么又跟别人在一起了呢？水伯伯呀，你不要这样了，你不要再这么任性。我们都长大了，你不可以再像小时候那么任性了。没有常在心的日子，第843天，阴天。我今天一下飞机就回公司，他肯病了。我带他见2个客人，这是一个离婚的官司，是太太提出离婚的。丈夫是个会计师，很斯文。这个丈夫情绪很激动，他在我办公室大声地骂他老婆。有哪个男人不是外边一个家里一个？我现在热回家，你还想怎么样？够了，林先生，你说够了。你住嘴！那你现在是不是要离婚？如果离了婚，你千万不要后悔来求我。还有啊，请你出去。我也不知道自己当时为什么会这么凶，呵斥那客人。我从来没试过在办公室发这么大脾气。我看见那女人不断地流眼泪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安慰她。吃饭的时候，想起那个男人所说的话，觉得这个人真的很可恶。其实自己不也跟他一样这么可恶？有时我会想，我虽然对不起常在心，但是我已经真心知道错了，我已经尽自己的能力来补偿。我真不明白，为什么常在心还这么倔强？我逐渐清楚了，不明白的人是我。我不明白我对常在心的伤害有多深。喂，小甘。那好吧，你过来再说吧。这个女人又想干什么？她说想谈赡养费的事，如果我们不答应的话，她向法庭申请冻结我们唐家的资产。他有什么资格冻结你们的资产？可不是，钱是抱抱的嘛。他有权这么做。我问过律师了，如果他准备2年之后跟大豹打官司的话，他就有权向法庭申请冻结我们的资产。他这么做就不怕你们宝宝的资产会落在其他人的手上？小豹利益，这样吧，如果那个女人要求不超过1亿，我们给她当送瘟神。不行，当然不可以给她了。小豹，那个女人疯了。一会儿说找什么记者报什么丑闻，一会儿又说冻结我们的资产。现在酒楼生意不好啊，我本来想跟你商量一下，先卖几间铺位来周转。如果冻结了怎么办？不论多大牺牲都好，1分钱都不可以给他们。这钱是丽姨跟大刚好不容易赚回来的。小豹啊，抱抱就快撑不住，要精神崩溃了。我也不希望那个女人得逞，可是有什么办法？结婚了吗？如果她跟我们打官司的话，
可能不止分1亿，试过有些案例要分75%的。如果要上法庭的话，那就上法庭了，法官判多少就多少。现在我跟丽姨负责管理唐家的资产，我们不可以私相授受的。小豹，你明白吗？如果再这么闹下去，我们唐家的声誉就完了，酒楼生意也不行了。娇娇，你听你们我说。兄弟俩不要再吵了，等那个女人来了，看看她开什么条件。唐人家，宝玉老，你们2个来干什么？没有，来看看你嘛。啊，顺便告诉你，我明天约了阿丽和还可以谈赡养费的事。哎呀，你也知道了，他们2个把钱看得比天还大，我也懒得跟他们吵。你最好呢就帮忙劝劝他们。那你准备开什么条件？我算是让了一步了啊，我现在只要2亿。如果你不肯给呢，我就向法庭申请冻结你们唐家的资产。王秀琴，你每天都有新花样，你想闹到什么时候才算完呢？我现在是按照法律的程序来做的，我又不是拿把枪指着你逼你答应，你不答应就算了。但是你们唐家的资产呢，动都不能动了。你现在阿娇的生意也不好，再冻结资产呢，哈哈，肯定关门还会欠一屁股债呢。不过没关系啊，年轻人嘛，那就从头再来了哦。怎么你这个人这么狠毒啊？啊，你非要影响孩子们你才高兴吗？大人有什么恩怨大人解决，别给孩子们找麻烦。现在是你抓着2亿不放啊，是你害死自己的孩子。你想怎么样啊你？别动手动脚的，真是的。别跟他说，曹先生，我们走。拜拜。你们这2个奸夫淫妇，你们给我戴绿帽子，还想要我2亿？你别做梦，别妄想了你。啊，你个死老头啊！你结婚结得这么过瘾呐、赡养费又不舍得给，我现在警告你啊，你快给唐太太应得那份，要不然我不客气啊！不止你儿子生意玩完呢，你女儿也不好受。我回去刮他2巴，夸夸他的脸，知不知道？你什么？报警啊？说我恐吓呀？我跟唐太太都很想啊，明天有头条新闻了，死吧你！拜拜了。少太太、波少爷，你们回来了。妈，你们来干什么？是我叫亲家母来的，我想请他老人家来帮我做个主，说句话。带这么多行李来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搬来这里住。是啊，妹妹，我们的茶餐厅生意不好，我下午打电话给丽姨，想叫丽姨给点钱，她不给，那只好卖房子来还债。难道关掉茶餐厅吗？伯母啊是个大好人，看我们这块露宿街头，叫我们先搬到这儿来住。是啊，真傻，哪有地方给你们住？有，这儿这么大地方，没有就在地上睡吧。是啊。哎，要不然阿红跟阿玉睡阿新的房就行了。是啊，你们别在这里发疯了，马上拿东西走啊 ！Gilbert， 给我把这些东西扔出去，他们财迷心窍疯了。你是不是太过分了？你骂你都敢！你们再不走，我就报警！报警！你想让婆婆坐牢啊？走吧，小豹，我搬到同学那里去住。你这么这群人疯了！小心！志新，你别走！走啊你们！你们闭嘴啊！这里是你家，你为什么要走？你没有房的话，你睡我的房间，我让给你。我跟志欢同房。小豹，还有 Jackie， 不要跟伯母吵，她怎么说也是你妈咪。他们要来住的话，就由着他们了。冰姐，开饭。哦。小豹，怎么忍呢？不要紧，就当有帮财迷心窍的人来吃饭。唐人家，你听见没有啊？你什么时候能出院呢？现在家里都大乱了。阿丽说不认亲家母这个妈妈，志新又哭着说要搬走。哎呀，你快点回来看看吧。阿琴呐，你这人怎么这么狠毒啊？我跟你说了多少次，你要惹事就惹事，别给孩子们惹事。喂，阿琴，喂，你怎么这么狠毒？喂，你为什么害我的孩子？喂，护士。阿娇啊，听伯母说要冻结你们的资产，我真替你担心啊。是啊，你不可以动用资金，您酒楼的生意怎么做下去啊？阿娇，哎，
其实我觉得呢，你的酒楼啊，真的可以赚钱。如果就这么关掉它，真是太可惜了。小妈，你到底还想弄到什么时候？现在全香港的人都知道我们唐家争产，最出名的就是你。阿娇啊，你到底要我让你们让到什么地步啊？你去问问律师，在香港办离婚，做老婆的应该分到70%，现在别说70%了，50%我都不需要，我只要你们的1/3，也就是2亿啊！你们还不答应啊？说到哪儿都说不通啊！还有啊，现在外面的人全都说是你们唐家父子几个合伙来欺负我一个女人呢。是啊，阿娇，说到亲呢，当然是我跟你亲了，但是讲道理呢，真是在伯母这边。闭上嘴，谭金老，什么时候到你出声？哎呀，娇娇，坐下。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行了，小甘，你的意思我明白了，2亿嘛，我们会认真的考虑一下。先吃饭。唐静儿，你没事吧？唐静儿，你怎么样？你觉得怎么样啊？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我没事。听我跟医生说，我现在马上出院。你这种情况怎么出院呢？我要出院，我一定要出院，我不能让我的孩子们有事，我一定要出院，有什么事我自己负责。还可以，别说波舅舅又教训你。我听秦姐说，她去看姐夫的时候，姐夫说来说去老是那几句话，怎么闹也好，千万不要惹我的孩子们。姐夫病成这样还惦着你们，你们有没有替他想想？他这里中了风啊，不是开玩笑，会死人的。你们去医院看过抱抱吗？你们明明知道他病成这样，还去气他，你们故意的。妈，我好恨你啊！这都是你搞出来的兴风作浪。志焕，你说什么你啊？你现在什么态度啊？咦，老爷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冰姐，抱抱。爸爸，你不是在医院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哎，是啊，我回来了。你怎么偷偷走出来了？哎，谁说我偷偷走的？嘿，徐医生看我这么精神，特别批准我出来的。嘿嘿嘿，哎，这么多人呐！哎，阿伯，你也来了？是啊，姐夫。嘿，亲家母，亲家母来了。是。哎呀，全家都来了。是啊，伯父。哇，这么好的菜啊！我这星期在医院惨了，1个星期喝清粥，嘴里淡得不得了，怎么也要破戒了。嘿嘿，好。唐人家，你从医院里跑出来，是不是有话要跟我说啊？是，我有很多话要跟你说。哎，其实呢，我在医院真的好好的想清楚了，根本所有的事都不能怪阿琴啊！整天说有人兴风作浪，弄得家无宁日，还说弄得大家泪流满面，这全都不关阿琴的事。你们知不知道关谁的事啊？其实就是关你们抱抱我的事。你到底想说什么呀，唐人家？阿琴呐，我这次回来呢，就想跟你说3个字。就算你们大家觉得肉麻也好，我也要当着全世界的人的面前说3个字。我真心真意的跟你说，阿琴 ，I love you， 我爱你，我重新爱上了你。神经病啊你！我没神经病。你说我浪费了你30年青春，我现在就来补偿给你。我要跟你一起漫步人生路，我要跟你一起相爱到白头。我要好好的爱你，再疼你30年。你吃错药了你！还可以，你立刻打电话给律师，你说我当初主动提出那个离婚令是我弄错了，叫他现在撤销那个离婚令。我不跟你离婚了，我看你还打什么离婚官司？我看你还怎么冻结我的财产？我看你还有什么办法算计我？你别生气了，医生说你不能生气。不怕，医生说我中风也中得比别人特别，我就越气越精神，越气就越精明。你们再动动脑筋，多想些毒计啊！每天都想些新花招来气我，拜托。你要撤销离婚令是吧？好，我就主动跟你这个神经病人离婚。
大家听见了？是他要跟我离婚，是他抛弃我。到时候我会哭着跟法官说，我全心全意的爱你，我整个人整个心全都给了你，你当着这么多人面前抛弃我，你背着我去勾引别的男人，看看法官会不会把我的1半家产判给你。郑欢，将来你要出庭，你跟法官说，他背着我跟别的男人偷情。阿丽，还可以，你们也要出庭，你们跟法官说，他1天也没去过堂弟帮忙，他从来没为我们唐家赚过1毛钱。亲家公，你这么做呢，事情越闹越僵，这个丑闻已经街知巷闻，越闹越丢人呐。丑事传千里，千万不要家丑外扬啊！你们也知道我最要面子，最怕丢人。是啊，我想通了，我一点也不怕。有什么好丢人的？管你们去俄境桥打小人呢，管你们开记者招待会呢，管你们拿着扬声器向全世界宣布呢。我怕什么丢人呢？什么丑事都传出去了，还有什么好怕的？要丢人，大家一起丢人。我想得很清楚了，我的脸皮值多少钱呢？比我这几个孩子前途还贵。全世界没有一样比我这4个孩子的前途更贵的。我们唐家所有的财产，我只分给安逸欢心4个孩子。你王小琴，我现在再给你一个台阶下，明天我就立一份遗嘱，把我所有的财产分给安逸欢心4个人。至于你，我分5000万给你，你走吧。对你已经仁至义尽，够你终老了。如果你再争执，我就1毛钱也不分给你。哼，唐人家，你真是会说笑话。4000万。你娶个老婆回来真是太便宜你了。3000万。你当我是叫花子？2000万。不跟你争到死的那天，我就不姓王。1毛钱也不分给你。我对天发誓，我1毛钱也不会给你。你立刻给我滚，给我滚！阿波也滚！你这个贪钱的女人，滚！你这个贪钱之家，滚！统统的给我滚！快走啊！还不走，少来啊！家母啊，宝宝，你别生气，走啊！我们走。你身体不好，别生气了。行了，没事，没事了。你爸爸出来了，什么事都没有了，没事了。是你为何以为再拖一回，还有？